莫看正面平如镜，要看水滴万丈深。欢迎来到解密日记，我是超人。两个小女孩在家门前失踪，警方出动警力全力搜捕，却一直查不出任何线索。最后竟因为一封信让案件水落石出，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故事。1985年5月31日，这天正好是星期五。美国南卡罗来纳州的列克星敦县，17岁的金发少女莎莉刚刚与她的男朋友一起参加了庆祝高中毕业的聚会。她并没有在这场 party 上逗留太久，因为这周末有一场球赛，莎莉将在球赛开场前有一首歌唱表演，并且周末她还要跟朋友们一起坐船出海度假。这一切看起来那么的和谐美好，令人期待。莎莉从聚会出来，与热恋中的男友亲吻告别，开着车愉快地驶向家中。莎莉的家住在山林旁，想要回家必须穿过一条蜿蜒的小路。她的父亲鲍勃基本都在家中办公，父亲的办公桌正好可以看到房子外的车道。父亲听见车声，抬头正好看到了女儿莎莉的车在油箱旁停了下来。他知道莎莉去取信了，父亲又低下头开始工作。此时的他不会知道，就是这匆匆一瞥，成了父亲此生最后一次看见女儿。就当父亲再次抬头望向油箱时，车还在，女儿却不见了。十几分钟过去了，女儿还没进家门。父亲鲍勃有点着急了，就下楼到院中看看。莎莉的车门大开着，驾驶座上还放着她的背包，油箱旁散落着几封信，而莎莉却没有了踪影。父亲焦急地在车子周围一声声地呼唤着莎莉，没有一点回应。父亲立刻拨打了报警电话，警方抵达现场后，绕着莎莉的车转了一圈，又沿着街边走了一趟，并没有看出什么异常。那么警方猜测莎莉是否是离家出走了，但父亲鲍勃一口否决了。他们的家庭关系非常的好，怎么可能都到了家门口，人又走了呢？那排除离家出走的可能，警方猜测是否走进附近的森林迷了路呢？警方调来了直升飞机，在房子周围盘旋，当地居民也自发地参与到寻找莎莉的队伍中，可寻找了一夜都没有发现莎莉的踪迹。此时警方根据散落在油箱旁的信件和莎莉转瞬间的消失，猜测莎莉很有可能被人绑架了。就在莎莉失踪的3天后，1985年6月3日凌晨2点30分，莎莉家中的电话铃声突然响了起来。父亲鲍勃接起来了电话，电话那头传来了一个陌生男人的声音，指明要求莎莉的母亲接电话。他说：“你的女儿莎莉穿着白色的 T 恤和黑色短裤，她挺好的。我们在一起看了电视，我喂了她吃了点东西，之后我会让她回家的。”没等母亲说话，就挂断了电话。这个男人的语气十分的平静且冷淡，他在电话中没有要赎金，只说天亮后你会收到一封信，看完你就都明白了。鲍勃马上打电话给警方，他们连夜赶往了邮局，叫醒了值班的工作人员。半个小时后呢，那么在众多信件中找到了神秘男子寄给鲍勃的名为《最后的心愿》和自白的信。信中写道：“我爱你们，爸爸妈妈妹妹，不要为我担心，你们只需要记住我可爱的一面，记住我们共同有过快乐瞬间，千万不要因为我而毁了你们的人生，请你们继续好好的活下去，过好你们的每一天。虽然我的生命即将结束，但我的心与你们同在，我真的好爱你们。很抱歉，我浪费了游轮度假的船票，将来有机会的话，你们能替我去吗？爱你们的女儿莎莉。”父亲鲍勃证实，这正是女儿莎莉的笔记。可莎莉为什么要写这样的一封信？警方和父亲都感到很疑惑。也就在这时，鲍勃家的电话又一次响起了。绑架者在电话里诡异地笑着。鲍勃妻子请求与莎莉通话，但遭到了拒绝。男子告诉母亲了一个地址，让他们来这里找莎莉。难道他要把莎莉放了吗？根据绑架者提供的地址，警方和鲍勃夫妻迅速赶到，可眼前看到的一幕让二人失声痛哭起来。
一具冰冷的尸体被警方从树叶底下挖出，莎莉还穿着失踪那天的 T 恤和短裤，尸体损坏严重，法医无法确定她的死因，只能根据她脸上残留的胶带痕迹，大致判断是窒息而亡。凶手想尽办法清理痕迹，甚至为了拆掉缠在莎莉头上的胶带，用剪刀把她的头发剪短了。随后，警方对绑架者发起了1级谋杀的通缉令。联邦调查局的行为分析专家在仔细检查了莎莉被绑架的每个细节后，给出了一个凶手大致的信息。他的声音带有机械感，职业很可能是一名蓝领，从事电器方面的工作。他在电话中的语气表明他日常生活的压力很大，有一些暴力的倾向。莎莉的死亡不仅让父母心痛，让这个一向安宁的小镇也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紧张氛围中。星期六，小镇上超过1000人来参加了莎莉的葬礼。然而事情远远没有结束。2周后，6月14日星期五，在里奇兰县，又一个金发小姑娘黛布拉和弟弟在自家门口玩耍，突然一辆车停在他们身边，一个男人从车里走出来，光天化日之下将黛布拉掳上车飞驰而去。邻居目睹了这一切，可是当他赶出来时，车子已经没有了踪影。邻居赶紧找来黛布拉父母，并迅速报警。连续发生的绑架案距离如此之近，警方迅速将他们联系到了一起。凶手似乎特别钟爱凌晨给绑架者的家里打电话，并且下手的对象都是金发少女。那么黛布拉的家人是否凌晨也会接到电话？警方立即对黛布拉家的电话进行了监听。果不其然，2天后的凌晨，黛布拉家的电话果然响起，一个男人告诉了他们一个地址，让他们来此找女儿。黛布拉的父母很担心，女儿会不会如同莎莉般发生意外呢？果然，警方根据这个地址挖出了一具小女孩的尸体，这正是失踪的9岁女孩黛布拉。尸体同样受到严重损害，无法判断死因。半个月的时间，2起绑架杀人案，警方此时还没有犯罪嫌疑人的任何线索，这使警方变得更加急迫，因为没有人知道会不会有下一个金发女孩再次失踪。小镇上所有金发的少女都不敢独自出门，这给当地居民带来了极大的恐慌。警方没有线索，案件会陷入僵局吗？警方重新梳理2起案件的所有细节，有一样东西与凶手一定发生过接触，大家回想一下是什么？没错，就是莎莉最后写给家里的那封遗书。警方找到了鉴定专家，希望通过那里的 ESDA 扫描机找到这封信上是否还留有其他的线索。ESDA 是静电检测仪的缩写，它可以提取一些我们肉眼看不见的图像，它不像普通的打印机用墨水来打印图像，而是采用了与印刷机相反的原理。先用一层塑料薄膜贴紧纸面，加热，然后在塑料薄膜上撒上一层石墨，将石墨填充到信件的压痕中，那么这页纸曾经有过的笔痕就会显现出来。通过这项技术，莎莉的信上果然有几个数字浮现了出来，可却只显示了前3位数字837，后面4位数字怎么也看不清楚。这一串数字会与凶手有什么联系呢？一位警察突然兴奋地大叫：“837不正是阿拉巴马州电话的开头吗？”为了避免再有女孩遇害，警方决定找出这个可能是电话号码的主人。837加后4位号码一共有1万种组合方式，从8370000到8379999。警方去掉不存在的号码，排查剩下的每一个来自阿拉巴马州的电话是否曾与案发地有过通话记录。经过长时间的排查确认，警方成功锁定了一个名叫乔的人。调出他的通话记录时，发现他曾收到过从死者所在地打来的电话，这个电话很有可能与凶手有着联系。警方拨通了乔的电话，问道：“你认识谁在南卡罗来纳州吗？”对方回答说：“我的父母住在那儿。”
警方根据他提供的地址找到了乔的父母爱丽丝夫妻两人的家，他的房子与发现9岁女孩黛布拉尸体的地方仅有3公里，凶手是否就在这附近？或者说乔的父母就是凶手呢？警方抓捕了乔的父母，进行了问话，可他们却说一直在旅行，昨天才刚刚回到家。警察检查了他们的行动记录，发现他们确实没有作案时间。紧接着，警方播放了神秘男子的电话录音，夫妻2人几乎是同一时间说出了一个名字：贝尔，是他们家里的杂工。他们夫妻去旅行时，正是贝尔在家里帮忙打理农场。这一消息使警方立马兴奋起来，这个贝尔很有可能就是凶手。随后，警方展开了对贝尔的调查。贝尔，白人男性，生于1948年，与父母同住。警方发现，贝尔在警局留有案底，多年前因企图骚扰一个金发女性被起诉，还因为殴打妻子、猥亵女性住过监狱。警方觉得贝尔有很大的作案嫌疑。乔的父母回忆说，他们离行时曾经把儿子的联系方式写在便贴纸上，留给了贝尔，以便贝尔有急事时可以联系。警方拿到这本便贴本一看，正是莎莉写信用的纸，并且乔的父母发现他们的索伦手枪也不见了。警方根据乔父母提供的地址找到了贝尔的家。第2天，在贝尔上班出门时抓捕了他，他没有任何反抗。警方随后对贝尔的房间进行了搜捕，在贝尔的房间内，尽管有明显被打扫过的痕迹，但还是在地上找到了一根金色的头发。随后经过鉴定，它是属于莎莉的。在床垫下还找到了乔父母丢失的左轮手枪，还有一本色情杂志。被捕的贝尔并没有试图反抗，向警方承认了所有罪行。这2起案件都是他所为，并且都属于临时起意。他本是乔父母家的杂工。1985年5月20日，乔父母2人决定外出旅行，将农场交予贝尔看管。那么贝尔为什么要出去杀人？为什么选择莎莉和黛布拉呢？贝尔回忆，乔父母外出旅行后，贝尔晚上一个人住在农场，时常感到很寂寞。1985年5月31日，他无聊地开车出去闲逛，坐在车里，恰巧看见了正在与男友亲吻告别的莎莉。看着年轻的莎莉，引起了贝尔的罪恶欲望。他一路尾随莎莉，当莎莉下车去邮箱取信时，贝尔不加思索地行动了，拿枪指着莎莉的头，把莎莉拽到了自己的车内，带到了乔父母的农场。贝尔允许莎莉给家里写一封信，之后便把她绑在了床上，侵害了她。12个小时后，贝尔用胶带缠住了莎莉的头，莎莉无法呼吸，最后窒息而死。而绑架黛布拉仅仅是因为对上次的侵害意犹未尽。贝尔从小就对金色头发的女性情有独钟，他几次选择凌晨打电话，不为别的，只是因为凌晨街上的人很少。最终，贝尔因为绑架、谋杀并侵害2名未成年女性，被指控2次1级谋杀和绑架罪，判处死刑。10年后，1996年的10月4日，贝尔被执行死刑。他拒绝了注射执行，选择了电椅，这也成为了南卡州20世纪最后一个死于电刑的罪犯。贝尔呢是非常典型的连环杀手。他选择的作案对象都有很明显的相同之处，犯罪的手法也有固定的模式。在犯罪之后，他又总是按耐不住激动的心情，不断的打电话给受害者的家人，炫耀自己的战果。最后，他也得到了应有的惩罚。可2个花季少女却永远的断送在他罪恶的色欲之下。我们无法劝导那些本就变态的犯罪分子立刻从善。女性朋友一定要抛开误区，往往你受到伤害，并不是因为你穿的有多少，也不是因为自己有多美，更不是做错了什么，跟恶魔和禽兽是无法讲道理的。女孩们，请一定好好保护自己。好了，这就是本期解密日记的全部内容，喜欢的朋友记得点关注，我是超人，我们下期再见，拜拜。